肺哈跟心情有关。什么东西都跟心情有关。我们是心情压力身体压力。咱的昂不是外遇就养小老婆，我的招妓，你讲咱的肺，咱的肺怎么会？刚刚问嘛问戏，啊，不的跟人垃圾啊！哎呀，欢迎收看《健康早点名》，各位亲爱的朋友，那么秋天来了哈，咳不停怎么办呢？哎呀，秋台很严重，秋咳也很麻烦，所以呢，我们今天请到3位在演艺圈酷酷扫就酷哎。本节的来宾有从小咳到大，试过各种止咳方法的资深艺人穆月华，对咳嗽常识一无所知，素有台语歌坛小天后之称的李佳，以及深受咳嗽困扰多时久未痊愈的两性专家廖辉英。而今天邀请的专家有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院长李飞鹏院长，今天将提供您正确的健康知识。以及美女中医师吴明珠，她可是多数艺人钦点御用的中医名师哦。很多观众说，有时候我们讲太多很多资讯的东西，他记不住，没关系，你可以参考《长春月刊》，好不好哈？那我们的节目内容呢，都会在《长春月刊》来这个刊登。那讲到酷酷嫂，我记得廖老师前一阵子一直咳，后来好了没？后来现在看了那个一些耳鼻喉科吧，哦，拍写不看了影帝嘛，还不要去找吴医师嘛。那现在就是说还没有完全好，但是已经不会每天这样咳，到下午会咳一阵子这样而已。哦，哎，也许下面阿姨这都是，工作太忙碌，晚上不睡觉，免疫力降低。全部都是自作。在中医来讲，这个就是肺气比较弱的人呢，本身皮肤就比较白，所以你可能从年轻到现在，常常为了这个咳嗽。对，我一咳嗽就很不容易好，就很紧张。皮肤白的人比较容易咳嗽。哦，有这样子讲法白哈，我从小咳嗽到去年才不咳嗽哎，真的真的，我一咳嗽就是半年1年。我正从去年才发现说，我每次在做家事哈，做完那几天就开始咳嗽，一不注意就是3个月、5个月。我上个月看到你咳得很厉害，1个多月前对不对？我好想拿那个甘草做的一种寒哈，很有效，我好想拿给你哦。那样子嘿，可是其实讲这段建议就是说，那个咳嗽起来真的是很不舒服。对，你知道咳到中间喊停啊，咳到有心脏都会痛哎，岔气，岔那个气，然后比那骨的疼呢。对。那就比那鬼疼，有时候咳到会岔流呢。哎，对，对，两个医生都说。如果有生过小孩的人，咳嗽有时候会常常，你只要给他问，常常都会咳到漏尿哈。对，渗尿。那咳嗽引发的原因是哪一些呢？除了灵修课程之外，哈，来，我们请问你，下列哪些疾病会引起咳嗽？气喘、过敏性鼻炎、胃食道逆流，以上皆是，选一个。好，举牌 ，OK， 好，2、3、2，好，院长，答案是哪一个？3个都可以，是以上皆是。对，哎，以上皆是。胃食道逆流会咳嗽。有时候很多人久咳不愈，都要想是胃食道逆流。你的胃酸逆流到那个食道会酸，会跑到声门去，会刺激呼吸道的上皮，会引起咳嗽。尤其是你们如果很爱吃那种重口味的啦，或者是暴饮暴食，就有机会这样。你会发现那咳不喝水。尤其是录完节目晚上啊，所以吃个宵夜，然后喝了很多水，躺下来就像一个水袋。躺平了就逆流出来，胃酸就会刺激到这个呼吸道，就开始差一点冒。吃饱了还不如我们躺，这什么世界？那我知道为什么我这半年快1年不咳嗽了，因为我以前真的是吃点想吃什么就一直吃，然后喝，睡觉前我都可以吃好多，但是我为了要瘦，这半年多哈。哦，原来没吃，可能我说不定是胃食道逆流。对，有。不过你吃的那个甘草也不好呢，常常吃的话，如果剂量太大，会让你水肿嘞。没办法，水肿，你知道咳起来真的像美人姐讲的，就是会，真的比那骨的疼，不舒服。咳嗽有分好坏啊。有的咳嗽是自己会有良性疾病啊，有的比较运气不好，比如说肺癌啊，什么都可以。我在咳嗽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很严重，我听到我这个呼吸都咻，哎，这样的感觉。咳嗽它只是一个症状，它并不是一个病。然后目的就是要把呼吸道的分泌物啊，或者一些不应该存在呼吸道的东西咳出来。对，所以不在掉咳嗽，可是身体袂歹。啊，对，啊，不都爱红抽痰啊，对，对啊，对，这样讲我懂。对，这个还算好。我碰过一个病人，他是咳，西医也看，中医也看到回来我说，我看你去看胸腔科好了，然后就
介绍一下，就去看胸腔科。你知道干嘛想弄？因为咳嗽是，因为伊假牙掉到他的气管的支气管，因为已经70岁啊，啊，他自己没感觉哦他。自己没感觉，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所以说想说，你来店去身上都是贴下黑物件，前一阵子美国有一个老人也是啊，那个吃一个豆子掉到肺部还是气管哪边发芽了。啊，对，还长出一个小植物出来。久咳的病人有时候还要想到有呼吸道异物，尤其是小朋友。哦，小朋友有时候吃花生啊或者什么，你又没有注意到，他就吸进去就一直咳。我碰过还有一个小朋友爬在地上，那个有一个稻米的那个汁啊，卡在气管里面一直咳了半年都不会。稻米的汁。梗啊，梗啊，对，因为他在乡下，在地上爬就把它吸进去了。对。啊，后来想那好诶，因为我这支气管镜给它贴起来，你看都是在贴啊，较慢起来才好诶哦。我现在发问了哈，说我说咳好几个月，那我看病而已，要不要去照肺呢？基本上应该照一下是比较好，咳照个胸部的 X 光啊，说不定我吃什么掉在里面，有可能。那有时候也要担心环境。我碰到一个病人也是咳了3个月、6个月这样子，后来是因为他在我发那些都会做洗的，他在那个水泥工厂，然后他们那个工厂不是会有做水泥嘛，就是粉尘，叫他要戴口罩。咳嗽的合并症这是很紧张的哦，对不对？会要命哦，你看到要命哦这2个字，嘿啊，请院长跟我们解说一下。如果咳嗽的痰里面有血丝啊，基本上就要很特别的注意哈，比如说梁山伯跟祝英台，在呼吸道里面的很多的癌症啊，比如包括鼻咽癌啦、喉癌啦，或者是肺癌，都可能会痰中有血丝，所以基本上或者是会结核哦，这些病呢，基本上呢就必须要找医生来看一下。那如果痰里面有脓呢，表示是比较严重的那个感染，有时候是比如是肺炎啊、支气管扩充啊、会脓疡，这些都有可能。就是那个痰是黄的，对不对？对，表示基本上比较有感染的。可是有的时候像我是过敏性鼻炎，所以鼻涕会倒流。对。那咳出来的那个是鼻涕还是痰？基本上它是属于痰，鼻涕倒流的痰。然后就被讲崩了。那是痰还是鼻涕？痰基本上在呼吸道里面的一些黏黏的水状的东西都叫做痰。OK。如果从鼻子跑出来就叫鼻涕，从嘴巴咳出来就叫做痰。哦，所以你吐出来可能是鼻涕，但是你擤出来可能是痰。他已经搞不清楚了，反正都是粘液。OK。那尤其咳嗽如果伴随着连续的发烧啊，就可能比如说会有发炎啊，或者是说会有脓疡或者脓胸，这个也要特别注意。小孩子小孩子有咳嗽又有发烧就很注意。那如果更有食欲不振呢，伴随体重下降呢，就应该怀疑说癌症有什么长癌症，尤其是转移到肺的肺癌或者是肺本身的癌症。会先散掉。不会点较早期是要袂散，那会结合一点散，慢慢的散。有那个结核菌啊。那如果是咳嗽在伴随着胸痛的话，也是要注意的哈。单纯的咳嗽一般一段时间就会好，伴随着胸痛就要特别注意，比如就有胸部里面有长肺癌啦，或者结核啦、肺炎、会脓疡、脓胸都可以。那如果是说咳嗽里面还伴随着这哼的声音呢，那基本上比较常见是气喘。然后另外一种就是里面有异物。有异物的时候，小朋友在咳嗽的时候，因为一个中空的管道里面有一些东西，也会造成这个喘鸣音，或者是呼吸道阻塞啦，长东西造成这个喉癌比较晚期的，然后或者是肺癌比较晚期也会气喘，也会哼的，因为管腔太小了。那如果咳嗽伴随着呼吸困难，就更应该要注意到有没有气喘，或者是心脏病也会。比如心脏衰竭了，没有力气，会水肿，也会造成这个呼吸困难。这很容易跟心脏病搞混。有一个小朋友，我看我说，我怎么觉得你那个肺这个？妈妈说，不然心脏病了。我说看起来不大像，后来去台大看是气喘，他就讲呼吸会讲。院长，我再请教一下哈，因为我从小到去年为止，我都很会咳嗽嘛。我去年咳嗽的时候，人在讲的机器人带扫啊，安哥我今晚没扫啊。你跟我妈妈赶快，我妈妈就13岁就开始扫。可是我现在不是咳嗽的问题，是咳的时候我睡觉哈，我如果躺这边哈，我都气喘到不能呼吸，然后就快死掉，你知道吗？然后我转这边就好了，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转这边就好了啦，又换气。
为什么右边才会这样，然后左边就不会？哎，是不是你的构造上有一点问题？还是你睡觉的时候可能在某一边，比如说我们有些人他的脊椎不是很正，你这有困难在哪里？你就睡这边不会喘的就好了。他喜欢睡右边换个姿势哈，过来的时候我就会喘的有点喘不过气，我赶快再换回来，我怕我可能压迫到，我觉得你待会去挂号好不好？好。来问一下，下列哪一项描述是错的？选错的哦哈。1. 咳嗽尽量避免吃甜的。2. 只要有咳嗽症状，应马上就医，才不会耽误就诊最佳时机。3. 如果咳嗽没有浓痰，就可以不用看医生。哪一个是错的？错的，好像都对。李佳。哎，3跟1都有人选哦。来，院长。3是比3是错的。 3是错的。对啊，现在这是错的。对对啊，对，所以要看医生啊。要看医生。咳嗽吃颗糖果也好像也可以压哎。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刚刚我在想说，我要不要猜第一个那个答案？因为通常我们喝那个咳嗽糖浆，不是甜的吗？它里面有其他的成分，它有不是只有甜的，它里面因为我是想到这个问题，因为它那个甜的是调味剂啦，比如说让你比较容易，所以它不是因为甜的。对，那比如真正的甜的，你都吃了会压下来，那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燥咳，或大家少一种哎，比如说你枇杷膏啦那种甜的。对啊，枇杷膏也是甜的。但是它里面有其他的成分，比如百合啦、枇杷叶，中药大概会摆这些东西。它只是，但是它不是那种什么红糖那种的。如果真正的甜的巧克力，它还是其实会让你的，像你的话，你吃的巧克力下去，甜食巧克力会让你的胃酸更多，你就会想咳。所以你吃的是什么甜？那如果甘草甜，它是会压下来。哦，哎，可是有人讲说哦，不能吃姜啦、萝卜啦，萝卜对，白萝卜白萝卜会刺激。因为这个食物的话，好不好意思院长，因为在这个食物来讲，很多会跟到中医的这个性味有关系。那中医来讲，肺呢，它是怕什么？怕寒。那因为肺也喜欢温暖的环境，所以如果你来那个气喘，大部分都在冬天会发嘛，或者是天气很冷的时候。那所以如果你吃的那个白萝卜，它性味就是寒的，你哪个注鬼加姜啦，加一些肉下去，它可能它的性味就会比较那个。所以红萝卜是可以吃的，白萝卜不可以吃，是这个样。那过了白菜，那也是比较寒性的，所以那个共而喜这的艺术吧。哦，对。还有人说不可以吃橘子。橘子跟柳丁对，说柳丁可以，是不是？说柳丁可以，橘子不可以。但是在讲感冒，我来弄。小时候扣嫂爸妈都说不能吃橘子，但是原住民用橘子来治咳，它是怎么样？它是把它中间挖一个，摆一些盐，然后下去什么？把它烤过，所以它也是可以治咳。陈皮梅对不对？那我们的中药的那个陈皮，它其实是什么？感冒皮啊，我靠，那为什么？因为它已经烘烤过了，所以它有些成分，一些寒性的刺激的东西已经没有。不可以吃生的橘子，可是我一个助理曾经有一阵子也是咳，后来我就是给他用烤橘子，橘子中间挖一个洞，好，跟原住民一样，挖个洞，然后把那个芯抽出来，然后灌麻油。然后小火烤到那个麻油有点啵啵啵的，时候呢，叫他连那个麻油跟那个橘子吃下去，所以它是寒咳，哎，憨鬼，别再讲，他都知道一些偏方，我都不晓得，我只好喝高粱酒。可是你真的会好啊，有用高粱酒会止咳，对啊，真的，而且会很快就好了。要每天喝一段时间，说哎，我感冒，我咳嗽好像好了。可能是敏感的咳，敏感的那种寒性咳，非常的寒的，就像没有高粱油的它泡姜。不是有分什么热咳跟什么热咳、寒咳，对不对？对，那中医来讲，它就寒咳的话就是况且还有一种是有痰的咳跟干咳，对不对？哈，那西医有这样分吗？有分吗？有干咳就是咳没有痰的叫干咳。那构成的原因、引发的原因不一样。干咳可能就是呼吸道比较敏感。比如闻到刺激的味道啦，或者是你不是内底发炎对不？可能嘛，血管有发炎啦，呼吸道黏膜比较红肿，空气轨的尿会特别少。敏感，那个都是在从寒咳啦，或者是我们一般说的那种发炎性的，会进入到后面的那种休息的。好像是这样的。来，接下来请问你，有效改善咳嗽疾病，下列哪一项最能有效改善久咳不停？1. 多运动，2. 出门戴口罩，3. 远离烟害。都几嘞？最1、2、3，3个答案都有呢，哪一个？
李医师？应该是出门戴口罩跟远离烟害啊。如果咳最嗽难，只能选一项。咳嗽是不是一定能运动能不能改善咳嗽就不一定了。说肺癌都快死翘翘了，对啊，可以预防嘛，对不对？就是让身体健康一点，就比较不容易。那是预防，那是对，感染那是预防。有时候久咳要看它的原因的，对，不都已经在气喘了，还跑去运动，那因为我选那个原因是因为为戴口罩，第一个你不会传染给别人，对第二个你不要再吸到那些细菌或者冷空气这样对，子。不过坦白讲，戴口罩我倒觉得，因为自从 SARS 跟那个 H1N1 之后哈，大家都有这个习惯，对不对？随时要放，家里都要放。尤其自己到公共场合，如果你自己有不舒服的话，真的要戴口罩，明白？口罩，口罩，啊不，你那别让少啊哈，就赶快，人家也会觉得很害怕，对别人会觉得口罩就是可以让吸进去的空气比较温暖一点。对，如果你呼吸道有发炎，你就可以尤其是久咳的哈，把它的吸进去的空气的温度跟湿度啊，在那里调节一下那，过敏的小孩戴口罩也有帮助，对不对？有帮助，哦，因为我每次可以隔绝过敏源嘛，比如对冷空气或者灰尘，对那个冷，对冷，对，哦，尤其是早上，有没有咳嗽，有点过敏性的咳嗽的那种。有时候天气叫秋天过了到冬天这个时间，其实他的气会管比较弱很容易的都开始。像我就是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就之前都不知道要戴口罩，然后冬天的时候就这样出门，那就一直都不好，一直咳，然后流鼻涕，一直咳，然后后来去看也是看耳鼻喉科，然后医生就跟我讲说，小姐，麻烦你早上出门的时候戴个口罩，对，如果是你气管不好，我上次有一个不是小朋友，是老朋友，70几岁了，你把鞋4点多就跑去运动这样，那他夏天没事儿，到了这个秋天开始就一直咳。我说，我机上你要早上起床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太阳？他说没有看到太阳。我说如果没看到太阳，麻烦你要出去运动的时候戴口罩，因为那个温度开始下降，早跟晚的温度下降的问题。对这种比较敏感的鼻子的或者是气喘，很快哦，一下子你就是那个冷风一吹进去哦，咳啊撒的都可以啊，他就一咳很久。所以我现在都很习惯，就是买那个好一叠嘛，然后就抛弃式的。对，以前不懂还买那个布的，还自己在那边洗，好脏哦。对。我问一下，真的哈，问一下那个是廖老师，你那阵子咳这样子哈，你的感觉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一开始是喉咙很痛，痛了快2个礼拜，那都没有咳啊，然后开始就流鼻涕，然后流鼻涕好像2、3天又好了，然后有2天是发烧，会一直胃管，就躲在棉被里还是会胃管。那个发烧过以后，过了几天他开始咳嗽，就这样一直咳嗽，然后后来有一天咳到就是说我下了节目赶快跑去找耳鼻喉科，他看看胃镜说，我们来打1针好不好？那医生从来不打针，他说我们来打1针，我就打了1针嘛。打了1针，可是可能正在最猛的时候，所以也没有特别怎么样，就还是后来我就去看吴医师嘛。那现在就差不多好了。他就说到下午或晚上的时候会猛咳，差不多1、2分钟。然后体力比较弱的时候，咳完那一次就 OK 了。所以现在就保留他1天咳1次。所以李医生他这个好像感觉是感冒的症状哈。要由上面呼吸道慢慢跑到下呼吸道去。可是太久了哈，为什么这样？也不会，就是你呼吸道。没了，后来就慢慢好，就没有去找了。有了，我有给他念经，我说你早点睡觉啦，你这个因为肺经它有个时间在休息嘛，它是我们比方说饮食的时间，就3点到5点的时间。啊，一直到那没在困的时候，那你这样没有睡觉的时候，这个时间，我以前都4、5点才睡，后来好点没先。什么？早上4、5点才睡啊？他做写稿啊，爬格子啊，写稿看书，然后中午起来啊。可是睡眠真的很重要，因为我只要睡眠不好，我的喉咙就开始发炎，就开始干，然后再来就是咳嗽了。对，因为我们中医讲说火克金，那金就是你早上4点睡，4、5点、5、6点才睡，这样有时候5、6点，这样子的作息多久？对啊，那你现在体力比较差一点，对不对？虽然我们还是貌美如花，可是还没有办法调过来，气管不大好啊，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调过来，慢慢再调。所以我现在都差不多2点多赶快下去躺着，不一定睡得着啊。也就是它那个肺脏的微调时间在3点到5点时，你都没在困，那这个时间它就很容易，对不对？然后再来20几年都这样，我已经把它老。像老师的这种睡眠的习惯不好，老了以后越老的时候越睡不着觉，以后就很麻烦。你的免疫力就会更下降。你是因为睡不着，所以4、5点才睡？就是习惯性。哎，那有时候2点，有时候1点多、2点多躺下去，到6点钟还没办法睡，结果起来吃安眠药，再睡几个小时再起来。
变成生活作息，就是很没办法。我有时候看到床都很害怕，真的，人家都觉得睡觉很棒的，我看到床我就想，今天不知道混到几点，我就很害怕这样。是哦，对啊，你不想每天都会这样想。所以年轻的时候要养成好的睡眠习惯，对，老的时候才不要常常要找医生要安眠药吃。可是他是作家，可是我没有办法，我以前都是晚上作业，习惯，因为晚上没有电话，没有人吵。所以你的生理时钟已经乱掉了，所以很难再调回来。你老了就一直要吃药。那请问医生有人讲说，你长期的不正常也变成正常，因为那就是你的状况，是不是？对，可是问题是你如果年纪越大的时候，你越没有那么多事情做啊。你以前是一直在写稿，可是你年纪大的时候你就想睡觉，可是你不是在写稿，你是躺在那里，人家都睡着了，你很难过。其实我有很多，譬如说我会看书，可是看到后来眼睛很痛，对，然后觉得不行了，就赶快就自己是要求自己去躺到床上去。哦，你等于肝心脾肺。那你晚上会咳吗？我那几个礼拜会咳啊。为什么会夜咳？这样算夜咳？夜咳一般就是说呼吸道如果有发炎有痰的话，你白天在动的时候会那个痰比较容易排出来。但你晚上躺着不动的时候，它就堆积在呼吸道里面，所以它就要把它清掉，就晚上夜咳比较厉害。突然睡一睡，然后突然间就很想咳嗽，就起来咳，大概10几分，没有到10几分，大概3分钟这样，呛咳一下，对，咳完就好。可是你来夜咳哈，还睡眠品质就整个就糟糕。所以可以小朋友要睡前的时候，如果他有咳，先把他痰拍一拍，让他轻了再去睡会比较好。那你拍的时候要要空掌，不要这样啪啪啪，要空掌。现在有那种就是拍咳的那种，因为我儿子之前就是有生病，然后医生叫我就是买那种就是有一个就是专门在拍咳的一个东西这样。那还要买没关系，我们妈妈双手腕的就凹起来，然后这个有空气嘛，这样。母爱是很伟大的能量，而且不用学就会了，对不对？我跟你讲，有时候小孩发烧哈，抱到妈妈怀里他会退烧真的，因为烧到妈妈身上了，就传染到你。高兰辛苦那也看没啊，你那边看没修啊？我说不要小看母爱的力量，母爱真的是有一种就夜咳，我是用一种方式，我觉得可以，那个虽然是对口腔不太好。我吃那个中药，那叫什么？那个切成一块一块那个八仙果，含在那个这边，就含在这个嘴巴的底部这边，还没有。然后你含到它融完为止都不会咳，但是那个对牙齿很伤。对呀，那个蛀牙真的会蛀牙。你讲怎么都管到牙齿？对，那时候已经咳到不行再说啦。那个就类似那个啦，那个甘草那个意思。那来问一下好吗？下列哪一项不能有效舒缓咳嗽 ？OK， 好，来1姜汤，2沙士加盐巴，3醋蛋汁，这下面两行为，4蜂蜜炖水梨，选一个。这个吴医师比较会因为我觉得那个姜汁也不太可能会止咳。对呀，好辣，然后就很不舒服啊。对啊，你有一种咳，你刚开始咳，你吃姜反而会更咳。对啊，对，我觉得好像是。好 ，OK， 我们请吴医师回答。其实我们要看体质，看他的咳嗽刚好在哪一个时间呐哈。比如说你在刚咳，沙士加盐可以啊，你如果是刚咳那种我们讲的风寒型的，对，那就喵喵那种，沙士加盐还 OK。老师还有我听说那个可乐，然后加柠檬，就是把它炖热。对，我也喝过。真的可以止咳吗？它也是利用这个沙士加盐巴的原理，就是有那种清热的效果这样子。那可是问题是姜汤，如果说你刚好是在风寒型的，对啊，感冒的一点点那种，它吃姜是有效。可是如果你是风热型，等你发烧，然后你听你个讲话嘛，你就开始烧得更厉害。对啊，这细项有一项我真正吃好诶，就是那个水梨哈，炖那个冰糖，然后炖好就喝那汤跟吃水梨就真的好了。那是在干咳的时候，也就是说没有痰的时候，在收风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就水梨啦，加蜂蜜或者是加百合这个东西。可是你拿黑我拎少哎不，那痰就很多了，你再加牙齿它就痰更多，你那个晚上就不用睡了。所以你要看是咳嗽进行到哪一个阶段。所以你说它都没效吗？好像也有效，是这个意思。对，所以蜂蜜炖水梨是目前来讲是最 OK 的，就是比较是那种秋天的。所以这题的答案是醋蛋汁，从来没有听说醋蛋汁可以治，醋蛋对不对？听过？没听过，没听过。什么叫醋蛋汁啊？我只听过蛋蜜汁。醋加蛋吗？蛋加醋嘛，是吧？醋加蛋，醋加蛋啊，蛋加醋不是一样？一样的醋加蛋。
哦，有这样的东西哦。啊，但泡在醋里面哦。那是吃什么的？是不是减肥用的啊？真的哦蛋汁比较少人用啦。对啊，比较用的大概就是前面1、2、4这样子。那姜汤就要看情况用，还比较冒险性，因为你搞不清楚自己到底现在是属于哪一种这样。那醋蛋汁可能就是润滑用的，它也是属于比较干咳型的这种的。OK， 那问一下院长，就是说如果一般人这个咳嗽啊，除了看医生之外，大概说多久没有好，就要考虑另外的检查，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原则上也是要看那些年龄，或者是说他的伴随的各种的症状啊。一般如果比如说你是小孩子，有咳嗽，有过敏的症状，咳得比较久，也没有发烧，活动力也很好，我们就不一定要马上去照 X 光。如果年纪大了，又有体重减轻，我们也或者是说吃东西会呛到，我们一开始来就怀疑他可能是会长东西，我们来了马上就去照了。那有时候觉得他也咳嗽，可是他年纪也够大了，也都没有照过 X 光，当然马上就照。是。不过现在女生的肺癌也增加，为什么啊？就是统计上增加，当然有各种原因啦，但是还在研究当中。反正女生现在很多都是没有在煮饭，也没有在吸烟的，就是这样的女生的这个肺腺癌就在增加。我跟你讲，肺跟心情有关。什么东西都跟心情有关。我们是心情压力身体压力。那你不是外遇就养小老婆，我的招妓，你讲那你肺，那你肺怎么会？刚刚误死啊，我的跟人垃圾啊。对啊，那肝也很不好，除了肺不好，肝也不好。难怪晚上睡心不着。嘛不好啦，心血不够，睡不着。你查甫人心不好，我在肺不好啦。秋冬有没有什么预防的方法？吴医师？秋冬啊，我是觉得有一些时候，因为刚好肺经是在我们的这个大拇指这边过来这样子，它是从我们的这个锁骨下来走外侧，那么我们这个同仁这样从这边走到这边大拇指这个地方，所以有时候可以在肺经在秋冬的时候它比较弱一点，所以除了不要太晚睡之外，我们要什么？可以刮痧，从上面刮下来，刮出来。因为它是从这边出来的这个部分，那还可以，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气功啊，比如说像你可以想象说自己，因为其实肺跟我们的气有关系，跟我们的皮肤有关系。你的肺气好的时候，你的皮肤也会什么？比较碎，那个比较那个，因为皮肤也是最大的呼吸的，它马上就会显现啊。对，所以说有时候你可以想象肺主皮毛嘛，肺主皮毛，肺主气，对不对？然后又跟我们的什么这个就是一些循环有关系，所以你可以想象自己心中那个气，就是肺那个气，所以你这样用它上去，这个在动的时候，可是要配合呼吸，比如说你可以深呼吸，对不对？你在这个我才深呼吸就打哈欠。对，你在这样子我们有这个这样子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呼气的时候，那吸气的时候就是把它吸进来。所以你在配合这个手势的时候，然后再配合深呼吸，比如说吸气吸，然后呼，这样就是把这个气做一个循环，这样子。那所以说你在自己在动，那因为肺跟大肠相表里，所以你可以动上去，动下来，伸展，对不对？伸展，然后再用这个，想象你这有一个，这个是我们有时候在中医他们在保养的时候这个部分。对啊，不然就是秋天出门的时候拜托戴口罩，好不好？